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陈亭飞委员、陈世权议员、陈凤清小姐、万美玲委员、林永平前副市长、张思刚议员。好，在以色列这个跟叙利亚跟巴勒斯坦这个打得很厉害。不过呢，叙利亚、约旦呢也被炸了，所以看起来以色列多面作战就你们哪个地方可能有真主党，哪个地方可能有在后面支援这个哈马斯，我都去打你们所以呢，这个美国现在就担心说会不会有区域的冲突这区域冲突很麻烦的，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个火药库那又重要又产油那另外呢，盖达组织 IS 也鼓励他们的追随者攻击以色列、攻击美国，还攻击犹太人。在全世界各地这个问题都出来了尤其周末，你看周末各地，包括美国纽约，包括美国华盛顿，包括法国本来不允许这个支持巴勒斯坦的这个游行，也开放也允许了，75000人去，多少人？你看看这个全世界各地简直风起云涌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如果美国从加沙战争的目标预备要去打这个伊朗他们认为呢，伊朗在后面散伙了那伊朗跟以色列互呛，以色列的这个总理纳坦雅胡放话说呢，以色列跟哈马斯之战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那意思就是你死了因为以色列其实比哈马斯强大很多了就一定把你全部歼灭为止以色列国防部长说，这个战争会持续好几个月，之后就没有哈马斯了，就哈马斯消灭了。但是会不会有什么王马斯、林马斯，其他的一定会有的，就像黑道一样，你消灭得他了吗？老大死了，这个垮了，另外又出来了，春风吹又生还有其他的恐怖组织会跑出来，因为他那个，尤其是打完以后，起码死伤都好几万那个新仇旧恨那个就是不可能就化解的了以色列经济部长也警告说，真主党如果参战，要全面攻击伊朗就他们以色列现在变成全面在那边这个放话那美国说呢，这个向以色列施压，就你地面先慢一点然后呢，这个争取释放人质的谈判时间，因为有200多个人质被抓嘛，所以你不要立刻就发动你的地门部队，而且这里面可能还有老美呢，我看还不少老美在里面以色列说，在人质谈判里也不会停火，我继续打人质归人质，这个开火，谈判归谈判，这个开火归开火而且将来说地面平民伤亡会非常严重，我们看一下。火光浓烟蔓延加萨市，以巴冲突超过2周，以军空袭力度不减。当地时间22号更将炮火对准约旦河西岸。西岸杰宁难民营内这座清真寺，22号晚间遭以军空袭，建筑物一角被炸毁，2楼天花板钢筋外露，地板也被炸出一个大洞。以军声称掌握情资，清真寺可能是哈马斯地下指挥中心，更公布多张内部照片澄清绝非滥炸。不过周末短短48小时内，以色列就对加萨和约旦河西岸发动多次空袭，位于加萨北部的杰巴利亚难民营、清真寺一系成了废墟。经文散落一地，上头还有烧焦痕迹。بيت عباده الناس بتصلي فيه العدو يعني خلص هو حماقته قذارته ابد الا انه يقصف بيوت العباده بالامس القريب كسفوا كنيسه وهي اليوم بقصوا مسجد هم ما بفرقوش بين المدنيين ولا المسلمين ولا المسيحيين هم الحرب على المدنيين。联合国统计，这波突袭行动至少造成13人丧命，其中包括5名年幼孩童。A senior Israeli official tells CNN there will be no ceasefire in Gaza. 针对加萨攻击力度不减，以色列还持续另辟战场，2度突袭约旦河西岸，以巴冲突看不到停火的可能性。好，那么大家现在关心这个以色列那边的情况TVBS 也派了特派记者刘婷婷去以色列。在那个地方随时有什么消息，随时会报回来那凤欣怎么看？其实我觉得这个战场要分2个战场，一个是舆论的战场，另外一个呢，则是实际上面我们看到的战场。我觉得先从舆论战场开始说起。其实从1960年代那么以色列建国之后，他当然1948年建国之后，然后
阿拉伯世界呢发起了一个对于以色列的攻击。从1960年代开始有战争以来，坦白说，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以色列在舆论战上面是占绝对的上风，绝对的上风，因为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全力支持以色列。在以色列的军力还很弱，阿拉伯世界的军力很强的时候呢，美国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到底，使得以色列最后能够以小博大，击退了阿拉伯的联军，然后成为今天的以色列。坦白说，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确实吸引了全世界对他的尊敬，因为他们看到各国的以色列人，然后呢，他们就回到他们自己的母国，然后要为以色列而战。那个时代其实让人印象深刻的。而英国也是挺以色列到底的，因为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其实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它其实是英国殖民地，是它划分给以色列的。好，然后他把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样划分，就是英国一手主导的，因为那是他的殖民地。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50年来所仅见的。我觉得在全世界的南方国家，就非欧美的国家当中，几乎是一面倒的挺巴勒斯坦人，好，就同情巴勒斯坦人，不限于阿拉伯国家，也不限于伊斯兰国家。你看到，比如说巴西会在上个周末，然后提出来说，希望能够有一个人道援助。那巴西所代表的，他绝对不会是伊斯兰国家啊。那哥伦比亚更是，他直接说他要跟以色列断交。所以这个整个的南方世界呢，挺巴勒斯坦的声浪是空前的高。那刚刚这个赵先有提到说，其实在法国，几万人上街头示威，然后呢，表达对巴勒斯坦的同情。英国都有10万人上街头，在美国校园当中，现在是止不住的。虽然犹太人的财阀用很高的压力去逼迫哈佛的、耶鲁的这些学生，但他们就是要挺身而出，希望能够帮巴勒斯坦人发声。CNN 最近做了一份民调，这份民调呢凸显出了一个世代差距。在那份民调当中，它的题目问得很简单：哈马斯突袭了以色列之后，以色列对于加萨走廊所采取的作为，他用很中性他没有说是报复或者自我防卫，他说所采取的作为你是支持还是不支持？结果呢，超过65岁以上的人81%都支持，但是35岁以下的18岁到34岁支持的只剩下27%。一边是81%，一边是27%，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世代差距有多大。这中间其实按照年龄，越年轻就越支持越同情巴勒斯坦，越反对以色列现在采取的行为。好，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全力的跟以色列绑在一起，对美国有很大的不利。但是战场的部分，我最后很简单的告诉大家，以色列不要让战场缩小。你把地图摊开来，它不只在加萨走廊，它不只是空袭北加萨，他也空袭南加萨，他还空袭巴勒斯坦。另外一个，其实大家几乎都跟以色列已经是被欺凌到惯的约旦河的西岸，然后往北打黎巴嫩，再往北打叙利亚，所以以色列并不打算缩小战场。好不好？以色列要进攻了，我们看一下。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周日现身北部，向驻扎的以色列士兵喊话。אבל אנחנו בקרב על החיים, בקרב על הבית, וזה לא הגזמה, זה לא הפרזה, זה המלחמה. זה להיות או לחדול. 纳坦雅胡说这番话不只说给北边宿敌黎巴嫩真主党，还有南边的哈马斯。以色列周日攻击加萨力道全面升级。סגן מפקד מערך האש הרקטי של החמאס, כל הפעילות הזאת ממשיכה להיות במוקד שלנו, חיסול מחבלים. אחת הפשיטות, נהרג לוחם צה"ל ו3 לוחמים נפצעו. 至于何时攻进加萨，美国退役美军将领认为战略要出其不意。没想到以色列最新证实，军队早已进入加萨，而且是执行作战任务。以色列防长说，行动可能会很漫长，因为目标是消灭哈马斯。Needs to be the last maneuvering inside Gaza, due to the simple reason that Hamas will cease to exist. It might take a month, 2, but eventually there will be no Hamas. 不过周日，埃及军方据说多名埃及边防军人受伤。以色列也承认一辆坦克意外击中加萨边境附近的埃及军队据点。来，美玲。
我想像刚刚凤信所讲的哦，其实当然，我想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他们过去从历史看过来哦，其实就很多的这个夙愿在哈，那也算是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仇恨在。那但是这一次哦，其实照讲哦，怎么讲都是以色列，其实当时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受害者，因为他是被攻击的。可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哦？我想这中间当然有很多因素，但是简单的我来看这几个点哦。第一个，你看过去很支持以色列这个美国，那这一次呢，其实也有跟他讲说要叫他有所节制。那世界各国这个民主国家都纷纷开始，从民间到政府都是支持我这个巴勒斯坦哦。那当然我们看到这场战役当中，因为这个以色列在这个反击的过程当中，也造成不管是刚刚我们在画面看到的清真寺也好，就是医院啦、寺庙啦，甚至有学校啦，很多这些孩童啊，或者是平民无辜这个伤亡哦。我想这也是引起就是全世界民主国家很大挞伐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当然我们刚刚看到说，那这个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也提到说，他们决定要来消灭这个哈马斯，而且呢这场战役自己就讲了会长达数个月之久，恐怕我认为还会比这个时间更长。那可见得未来这个战役之惨烈哦，我想这个战争其实没有人愿意看到哦。那再加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的周边其实有很多的国家，包括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个黎巴嫩也好啊、叙利亚、约旦、伊朗等等。那一旦这个战事扩大或者持续的时间更久的时候，我想由于他们彼此之间有这个宗教信仰、文化各方面不同，还有过去历史上很多的渊源一旦战事扩大，我觉得对中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哦。那还有一点我想其实过去这两个国家当中或者是说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之间其实有很多历史上的这个仇恨。可是这一次那因为前面空袭，后面这样大规模的报复，恐怕这个仇恨只会这个增加。那我们刚刚其实凤信提到一个数字，说年轻人的这个部分，尤其对这场战事是完全没有办法认同、不能接受的。那我们去想一想，这个战争过后，这些孩子们或年轻人会长大，那将来其实这种恶性循环、报复式的这种循环式的报复会越来越深。所以我们看到战争非但不是最好的选项，而且是一个最糟糕的方式。来听妹妹，其实我们看到这场战争原本我们是希望说能够赶快这个所谓稳定，然后不要再往外扩张。可是确实是现在看到以色列的态度是完全改变而且像美国现在跟以色列几乎是站在同样一个阵线当中。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其实大家所担心的是说，这场战争会不会变成这个无法抑制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更多周边战争的一个引发那如果周边战争的引发，而且是完全不定时，而且甚至是往外扩张，企图去扩大自己的一个势力的话，到时候可能连美国也克制不了，那时候该怎么办？会变成是另外一个所谓另类的一个大战，世界大战的话，我相信那个都不是我们能够去接受的。而且现在几乎就是已经是所谓民主国家跟威权国家的一个对峙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对峙是不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后面力量的一个挹注这也是我们在观看的也就是说，这是单纯的这个两国之间的战争吗？还是背后还有隐藏很多国家力量的挹注所以这都是未来在整个所谓以色列这一场战争当中，到底会不会有更多不一样的一个火花出现，值得我们大家再去观看。但是我们所担心的是，如果没有办法克制的话，恐怕所引发的是一种所谓政治的氛围、跟社会氛围，甚至世界的氛围，那都不是我们能够预见的。是的，这些大国后面可能各有轨迹各有盘算了。就像德国前总理施洛德前2天接受访问了，他说这个俄乌战争本来去年年底就可以结束了，但是呢，他了解呢是美国在后面叫乌克兰绝对不要停，绝对不要停，继续打，继续打，继续打，所以现在还继续打到现在。然后呢，战争很惨，你看到俄乌战争俄国想要再多拿一些这个侵略人的领土，好像也做不到。那乌克兰想要反攻，好像也反攻没有什么进展，就僵持的地方，倒霉的就是老百姓嘛。休息一下再回来。那么菲律宾因为呢，中国跟菲律宾呢
2个船去擦撞，而且2次哦，不止擦撞1次哦，所以南海情势急升啊。那怎么回事？我们看第一次中国海警船5203号跟菲律宾军承包一个补给船，这比较小了，这撞了。就第2次菲律宾就来个大船，海巡船然后呢，这个中国海上民兵船，这2个其实菲律宾比民兵船还大一点然后呢，这个从中方这样看，从菲方这样看所以视角不同那菲律宾就强烈谴责说你中方什么意思？过来撞我的船然后呢，这个菲律宾还召见中国的大使，说你们什么意思然后我们看看什么意思就原来在很久很久以前国民党时代就画了一个9段线，你看什么9段？这个红的1段、2段、3段、4段、5段、6段、7段、8段、9段，说这是我中国的领海老共最近把它变成10段线10段反正都差不多，就这个范围当然很大了那所以呢，这些什么越南马来西亚、文莱这些国家，菲律宾就很不爽，怎么划到我们家门口来了？好，那这边是海南岛，对不对？中国大陆海南岛，然后这边有个仁爱礁在这里，这是出事在这个地方那它距这个菲律宾呢最近是200公里。距海南岛1000公里，所以离菲律宾是比较近的所以菲律宾是我的那大陆说呢，我们早就划了，不我划，国民党时代就划了所以呢，这个大陆的外交部要求菲律宾拖走一个坐滩的军舰。什么叫坐滩的军舰？就这个军舰，你看破烂成这个样子。这个军舰呢，是菲律宾跟美国人买了一艘军舰，用菲律宾最长的山来命名然后呢，从1999年5月24年以前然后呢，菲律宾就把这破舰就把它拖到仁爱礁那边，把它放那里，然后这军舰宣布没有除役，到现在没有除役，因为它没有除役，它是现役的，那表示菲律宾的主权，我的军舰呢，我没有除役现役主权延伸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菲律宾谁想出这一招也蛮聪明的，凭良心说怎么会想到这一招那但是这上面要有驻军呢总要派几个兵在那里就要空投物资用船补给物资，所以就补给物资给他。那老共也就算你补给物资人嘛，只要活，你不能不给人家吃嘛。那最近的菲律宾呢，又想了这个船大概太旧了，破旧，要加固，要把它坚固起来。老共就说这是可忍，孰不可忍？你搞太过头了吧？我就开始不准他。那菲律宾就硬要过去用船撞船，就我不打你嘛，但是我撞你嘛。那撞就很头痛了那所以我常常讲，我说你不要以为是老共那个飞机跟老美飞机在南海上空上都很接近等等，哪天真的撞了也不稀奇啦，他就跟你撞撞怎样？当然船还好了，在海上撞一撞还不会沉飞机一撞就下来了都很危险，这都是危险动作那所以呢，这个他们就说菲律宾是要制造一个受害者形象你明明摆一个破船那边，对不对？搞这个偷吃布，然后说我撞你那大陆的学者说，你菲律宾不要误判形势老美当然站在菲律宾边，所以你大陆这是危险行为你什么意思那现在美国、加拿大、欧洲、日本全部挺菲律宾，所以就是你老共野蛮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公理，就是朋友就要相挺了。我们看一下。时间是22号清晨6点04分，菲方所拍摄到的画面显示，补给船尤娜扎5月2号已经相当靠近舷号5203的大陆海警船，随后2船发生轻微碰撞。碰撞发生之后，2艘船继续各自往前移动，并没有进一步冲突。而从空拍画面来看，菲律宾军方所委托的补给船是船尾部分与大陆海警船的船头发生碰撞，而同样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同一天早上8点13分，画面右方的菲律宾编号4409海警船船尾部分与一艘大陆渔船的右侧发生擦撞。大陆说渔船当时是漂泊状態，譴責菲律賓海警鬥退路，刻意製造事端。一艘菲律賓海警船有預謀主動倒車，尾部同中方漁船擦撞，批評菲方惡意碰瓷，製造事端。而大陸也對外公布2段共59秒的影片，視角是從大陸海警船所拍攝，可以看到菲律賓運補船從船頭經過。對於這2起海上衝突，菲律賓指責中方船只是刻意阻擋行為，予以最強烈譴責。US
南海问题除了造成中非两国紧张，大陆媒体公布的这段最新影片，指责美国海军神盾驱逐舰曾在8月19号危险穿越正在进行海上训练的中国舰艇编队。梁永平，这个事情哦，真的是最近我觉得世界非常的不平静哦，而这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么中非的这个仁爱礁的争议呢，其实已经很多年了哈。大家知道那个菲律宾呢，在那个杜特地之前的那个总统比较，就是菲律宾总统是这样，在杜特地之前那个很亲美啊，然后他当时呢还把这个领土争议呢提给国际法庭哦，那法庭后来也是在美国人的控制底下呢，所以判决呢等于对菲律宾有利，可是中国大陆不承认那个判决，然后后来选择的杜特地呢，他就比较反美啊，他认为美国人不可靠，他就非常的亲中，然后杜特地这个非常亲中的这个政权结束之后呢，那现在又回到一个很亲美的政权啊，又要跟美国联合起来等等，所以第一个呢，那个部分呢，其实说来说去还是有一个美中博弈的大背景。那么第二个呢，这一次10月份啊，这次这个撞击的事件啊，其实是这几个月来一系列的冲突，它并不是10月才开始的。其实它最靠近的一次8月份也有一次冲突哦，那8月份也有一次冲突呢，也是双方对峙了5天啊之久，然后那个时候在紧急去谈判才把它稍微比较平息，可是没有想到10月份现在又立刻发生。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发生啊，相当的不妙。因为呢，在8月的时候还并没有发生这么严重的以哈冲突。好，那现在10月发生的这个时候呢，以哈冲突不但很严重，而且呢，美国还严重的卷入。那这个事情为什么可能会影响这件事情的走势？因为在上个礼拜啊，美国做了一件事，就是在联合国呢这个安理会那个巴西提出了一个希望呢，联合国能够决议促成这个人道救援跟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啊。固然有些国家包含俄罗斯投弃权，美国是投否决权那美国他一投了否决权呢，等于你和平就无望了嘛。那美国在这件事情上竟然去否决了以后呢，造成整个世界，特别是阿拉伯世界或者是觉得被欺压的这个第三世界各方面呢，大家这样极度的不满，所以呢，美国突然呢变成一个仲裁型的这个正当性呢削弱。那削弱的这个同时呢，中国大陆又在这个时候开这个什么“一带一路”的那个大高峰会议啊，然后又说多么成功啊，普丁也特别跑去中国大陆等等。那在这样子的一种政治博弈的布局，而且现在呢，以哈的冲突显见黎巴嫩的真主党会不会介入，让以色列两面作战，以及伊朗会不会被卷入，然后美国人疲于奔命的时候，那么谁可以在这个区域跟菲律宾还有中国大陆呢，能够这个保障他们这个事情是可以和平落幕呢？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第一个，我们台海仍然是世界危险的这个热点区域，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什么叫擦枪走火？这种就是擦枪走火。当然这个。中国大陆内部的舆论他们现在有很多的民意压力网民等等事实上在批评这个解放军这个共军太软弱了。因为为什么？他那个水炮就是没有直射那个菲律宾的船只，它就射周边，就像画面几年前我们的渔船跟日本的这个海防队在那个钓鱼台附近对峙，那日本海防队那个水炮也撒这个喷上我们的渔船附近，同样的，它就是没有直接喷这个菲律宾渔船，所以中国这个海军的部分，其实对于这个行动有点克制，虽然网民很不满或者你不直接射这个菲律宾的补给船，然后直接呢，甚至呢，直接去仁爱礁把这个快要解体的这个救军舰呢，直接拖走。直接拖走，所以中国大陆里面事实上它也要面临到内部的强硬派的压力内部强硬派的压力。当然，我觉得这部分，当然美国过去这2-3年在菲律宾呢设置了新的3个基地，而且的位置上都比较靠近南海，所以它这样的部分其实也在测试美国现在以巴这一块、乌克兰这一块，
在南海这一块，美国还有没有能力再开第3个战场，或是连伊朗都卷入的时候，对，他有没有能力再开第3个？如果美国这部分都是对菲律宾也是口惠实不至，讲一讲，对于中国大陆对一个谴责等等，其实中国官方其实对这个事情并没有太大的感觉。啊，不会说因为你的谴责，然后减缓他这边的南海的军事行动。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在观察，在美国在4方开战的时候，要去支援各式战场的时候，对于亚洲的西太平洋的部分，他会怎么讲？啊，甚至有一些学者，甚至看上个礼拜说，美国呢不支持台独这块，是不是也试图在全球这部分，在台海呢给予降温？来，这个世轩。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我们台湾来讲，要当做一个借鉴。其实刚赵导有提到飞机的部分，其实前阵子如果大家记得，网络上有一个视频，是美国的军机在飞，中共的战斗机从它前面直接横向移动，飞过这个美国军机。那这当然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动作。包含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船只的相撞也是一样。其实最担心的，理论上台海我们认为应该是不会有战争，但是擦枪走火有没有可能？我认为非常有可能。这个中共的战斗机跟我们台湾战斗机天天飞在一起，真的一个不小心，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不管美国也好，或者是菲律宾也好，甚至我们台湾，其实都应该把这个当作借鉴，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在台海发生。好，那么这个学者的分析了，说这是要试探美国决心，看你美国会怎样。我在想啊，你看中国跟印度啊，2个大国都是有核子弹哦，他们在喜马拉雅山那个边境问题是用石头在砸，有没有？哦，我将来搞不好都不用飞弹打，就用自己撞一撞看着啊！你不要笑啊！我现在举个例子啊，假如老共飞机进来了，到我们上空，进了我们的领空，你打他吗？打他你搞不好就有战争啊！那我们飞机上怎么办呢？撞，我撞到你嘛，我没有飞弹打你啊，撞到你2个都下来了，都跌下来了，然后呢不会引起战争啊？为什么？说我撞你啊！说你打个飞弹看看，一定就2岸就战争了。所以将来很多事情呢，我觉得他们都要去想。在什么状况之下用什么样的方式，搞不好用肉身相搏也是一种方式。休息了再回来。